熙熙攘攘中，也到了阿和结婚的正日子。阿和本来父系这块的亲戚就不多，而且不是特别亲的，在他父亲走了后也没怎么来往了。倒是母系这边，今天来了不少人，舅舅姨娘们全数到场。林浩的朋友老叶、老刘他们也都来了，连于伐科也委托老秦送了一份礼过来。轰轰闹闹的忙了一天，林浩今天脸都快笑僵了。没办法，今天就指着他挑大梁呢。还好他比较鸡贼，再加上阿晨他们几个挡着，不然今天非被人灌趴下不可。晚上，阿和未来得及回家的亲友都安排进了村酒店入住，和上次林浩一样，热闹退潮。阿和跟萍萍进了新宅，老太太一个人留在了老宅。她面上带着笑，手在门上贴着的喜字上描着，描完之后又描窗户上的，一直到近深夜，她这才将傍晚留下的几盘菜端进了里屋，转身拿来一瓶酒，给每个牌位面前倒了一杯，又给自己面前倒了一杯。今天高兴，都陪我喝点，你们也该高兴。老徐家没有绝呀，阿和有老婆，马上又有孩子了，现在日子过得好着呢。你们那边一家三口不孤单，我暂时就不去陪你们了。前段时间我见着龙虎山的老神仙了，他说我能见着曾孙，多高兴呢。老太太说完，端起面前的小酒喝了一口，然后又将杯子倒满。孙子念不进书，老徐家就这一个孤苗，在村里也没帮衬着，我是宠着他，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呀。然后邻家小二回来了，阿和跟着他玩，当时小二喜欢胡闹，我也不知咋劝，因为阿和没人玩了。天后娘娘保佑啊，小二开窍了，带着阿和开始干正事。说到这里，老太太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得有点久，把眼泪都笑了出来。这一干就把全村的人都比下去了，哈哈！现在村里谁还敢低瞧我们徐家？阿和走到哪儿都有人招呼着呢。想来你们也看到了，今天结婚多热闹，连京城的大老板都托人带了礼。一直到夜里1点多，老太太虽然高兴也没多喝，得保重身体抱重孙呢。隔了1日，阿和带着萍萍回门的那天，林浩接到了于伐科的电话，两边已经达成了初步意向，游乐园前期筹备及这段时间的费用，作价5.3亿，只是暂时合同还没签。这个价格相当高了，游乐园整体建下来大概需要2个亿左右，现在工期完成大半，投入大概在1个亿多点，当然没算地皮的钱，因为村服务公司是以地皮入股的。林浩明白自己差不多该离开了，他做着准备时，再度接到了林从军的电话，这次对方直接来到了林浩的家里。军哥发哥，今天又有事。正厅里，林浩一如上次一般，笑着给两人泡茶。阿浩，我就直接说了，游乐园旁边你有一片鱼排，我们打算买下来。林浩愕然，他还真没想到对方连他的鱼排都不放过，不过转念一想也就释然了，对方既然要在淡水岛上寻宝，自然不会允许旁边有个鱼排来监督自己的一切动作。他端起杯品了一口茶，并没有开口表态。林从军两兄弟对视一眼，这次林有发开的口。阿浩，我们也打听和估算了一下，你那个鱼排造价大概3000万左右，这次也放了鱼苗，大概花费了近1000万。如果你同意，我们就溢价5成，6000万买下来。你也知道，就算你网箱里的鱼长起来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。林从军接着补充：阿浩，网箱养鱼风险无处不在，我可不是咒什么，这方面你比我们有经验，想来更有体会心。林浩微微点头，确实有风险，一场台风可能就是血本无归。听他如此说，两兄弟面上一喜，但林浩话锋一转：不过我没打算卖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很看重养殖这块。阿浩，价格可以再商量一。军哥，不用说了。两人见他态度坚决，面上倒没有太多的悻悻之色，起身告辞。看着两人离开，林浩眼神微眯了起来。陈雪从楼上下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阿雪，我明天就走，我让嫂子把小阿明带过来，就在这边陪着你，家里人多点，我也放心。我嫂子也说过来住2天呢。林浩出国的东西已经安排好了，他原本就打算明天离开，但第二天清早，他却被一个电话打乱了节奏。电话是淡水岛通过卫星电话打过来的，说昨晚数十个网箱遭到了破坏，鱼全部跑了。林浩接到电话时，并没有过于愤怒，他明白这是林从军找人干的，或者说是受了某人的指使干的。他不得不暂时取消行程，开着船再度来到淡水岛。陈家红和夏代兴两人个个如丧考妣，见到他羞愧地低下了头。阿浩，我昨晚没听到动静啊。陈家红说完，再度低下了头。阿浩信任自己，把这么重要的家业交到自己的手上，结果这才没几个月，就闯下这么大的篓子，1000多万的鱼就这么打了水漂，自己怎么赔呀？林浩看向夏代兴，他是夏守柱的叔叔，夏蓉的堂叔。我早上带着饲料来，刚开始也没注意到，到了6点左右，
我就感觉网箱咋这么安静？我意识到有问题，就撒了把饲料进网箱，居然没有鱼抢食。林浩点点头，看着旁边已经被拉起了一个网箱，只见在底部有一个很大的开口。阿浩，这是人为割破的，不像是海里的东西捣蛋。陈家红道。林浩验证了心中的猜想，面上浮现了笑意，掏出香烟给两人各打了一支，又安抚起陈家红。陈叔，这事不能怪你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咋不怪我呢？我是负责看守的。林浩再度一笑，负责看守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泡水里看着，真有人潜下水搞事，自然没办法第一时间发现。他的目光又在四周看了一眼，最终把目光落在了淡水岛上。要说能办成此事的，要不开船到近前，但这样的话被发现的风险不小。最便捷和稳妥的方法，那就是淡水岛上的人出手。看来岛上已经有他们渗透的人了呀。林浩不想化身福尔摩斯去抽丝剥茧的破案，他只要认定元凶是谁就够了。二位叔叔，先别急着回村，下午或许有警察过来了解情况，到时你们如实说就行。这次林浩来得及，也没有叫大哥跟阿和，这回离开也就他一人。开着船的他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而是又往南开了一段。这么多鱼苗放归大海，他通过系统搜索功能发现南边就有，至于是不是自家的鱼苗，他还是想来看一眼的。其实也看不着，要是不进网的话，他还能打一网瞧瞧，但进网鱼在水里能看到啥，纯粹就是求个心理慰藉。结果过来后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欣喜不已，因为他看到了胡子，而且头上还有来福。7只胡子并没有聚群，而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，像是在不停地驱赶着什么。恰在此时，来福稳稳地落到了船头，偏着头，喉咙里出发几声咕咕的嘶鸣。林浩一听再度大喜，原来胡子和来福他们许久没看到他，也很想念，知道他会经常来这里，所以夜间就往这边游动，恰好碰到大片的鱼群。胡子就想着拿这个当礼物送给林浩，所以便将鱼群驱赶到了一起围了起来。胡子他们负责实施，空中的来福负责侦察指挥，顺便眺望着看林浩来了没有。要说动物也有第六感的，胡子他们就能感知到他今天会来这里，这下正好碰着了。胡子，别让鱼群散了，给我先围着，我去叫人。林浩心情大好，消失的鱼苗这不又回来了吗？对着大虎的方向呐喊了一声，得到大虎的回应，他这才驾着船开足马力往淡水岛上跑去。